隐身加滚筒机动，日本新一代远程打击武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日本之前公布了一个让整个亚太军事圈都睡不着的大杀器。著名的工业巨头川崎重工掏出了一款岛屿防御用新对舰诱导弹。这名字听着挺低调，但是这款导弹算是开创了新的突防模式。那么日本这款导弹具体性能如何，能起到什么作用？日本的再武装进程又已经走到了哪一步？几十年来，日本一直受限于和平宪法，军事力量只能用来防守。但到了21世纪，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日本觉得光靠盾牌挡不住了，得有反击能力。2022年，日本修订了3份关键的安保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叫防区外防御能力，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还没打到我，我就有能力在1000公里外先把你给送走。这种心态一变，日本对武器的需求就从短小精悍变成了长臂重拳。以前的对舰导弹射程200公里，那是为了守门口，现在开口就要1000公里以上，那是为了踹门。在这种战略转型下，川崎重工的这款新型导弹应运而生。它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威慑，是为了在岛屿争夺战中让对手的舰队根本不敢靠近。为了这款导弹，川崎重工这次是把压箱底的技术都掏出来了。在2023年日本防务与安全设备国际博览会上，新导弹以模型形式首次公开展出。当时川崎重工展示了一个拥有显著隐身特征、大型可折叠主翼及模块化弹头的概念模型。2026年初，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发布了一段震撼全球防务界的飞行测试视频。在该视频中，一枚新型 SSM 原型弹在接近目标的末端阶段展示了平滑而剧烈的滚筒机动。就火力军来说，这款导弹的重点有2个：隐身与机动。首先就是隐身，川崎重工深知现在的海战谁先被发现谁就先领便当。这款新型 SSN 导弹的外形非常诡异，弹头是楔形的，弹体侧面布满了各种折线，专门用来散射雷达波。更绝的是它的进气道，咱们知道涡扇发动机的叶片就像一面巨大的反光镜，雷达波一扫亮得刺眼。川崎重工给它设计了一个埋入型 S 进气道，这设计简直是神来之笔，就像是在暗道里装了个转弯，把发动机叶片死死地藏在弹体深处，雷达波射进来转个弯就被吸收了，根本照不到叶片。再加上先进的隐身涂料，这导弹在雷达屏幕上可能就跟一只苍蝇差不多。等你舰防系统发现它的时候，它可能离你只有几公里了。这时候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也就够你喝口凉水的。这点其实是很难的，一般的导弹进气道是直通的，气流顺畅，发动机推力大。但如果你弯了，气流就会在弯道处产生湍流和压力损失，严重的话会让发动机喘震甚至熄火。川崎重工之所以敢这么干，是因为他们把大型飞机的进气道技术缩小到了导弹上。他们利用了计算流体力学设计出的这个曲率，既能挡住雷达波，又能保证气流顺畅的喂饱发动机。根据目前的数据，日本新导弹的射程预估在1000公里以上，发动机用的是川崎自研的 XKJ3011 双转子涡扇发动机，比传统的涡喷发动机省油得多。这意味着导弹可以飞得更远，甚至可以在目标区域上空像无人机一样徘徊，看准了哪个是主力舰，再一头扎下去。这就意味着只要在九州岛或者冲绳架起发射车，半个海域都在它的打击范围内。不过这款导弹最骚的操作还是末端滚筒机动。从日本放出的视频来看，这导弹在最后冲向目标那几公里，不是直着飞，也不是简单的左右晃，而是玩起了铜滚，一边往前冲，一边绕着自己的中心轴快速螺旋旋转，这是最让对手崩溃的地方。现代反舰作战的主要攻击方式已经从简单的俯冲或直线海掠演变为几种核心流派：高压音速掠海隐身流，这一流派的代表就是挪威的 GSM 和美国的 LRA-SM。 核心逻辑是通过极低的雷达反射截面积与复杂的航路规划避开敌方雷达网，并利用被动寻敌期实现静默攻击。高速暴力突防流这种方式通过极高的飞行速度，一般在3马赫甚至5马赫以上，大幅压缩防守方的反应时间。尽管红外特征明显，但其巨大的动能和速度使得拦截变得物理上极其困难。还有就是饱和攻击流，利用大量低成本导弹从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同时发起攻击，耗尽敌方拦截弹库存。川崎重工的新型 SSM 实际上开创了一个亚音速隐身加末端高机动的复合流派。火力军给你科普一下，这在物理上有多难。这要求导弹的4个尾翼和内部控制算法达到变态级的同步。日本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这样更难防。咱们平时见的导弹机动一般叫蛇形机动或编织机动，这种机动是在一个平面里晃动。现在的舰载舰防系统，比如密集阵，都是要靠电脑计算提前量的，只要采样率够高，其实是能跟得上的。然后撒出一片弹幕等你自投罗网。
但铜滚是把平面的摆动变成了3维的螺旋。在物理学上，这意味着导弹的受力分析从2维变成了3维的复杂偏微分方程，会陷入一种疯狂重置的状态。刚算好你的位置，你又转到另一个象限去了。对于拦截弹来说，拦截弹也得跟着你转，但拦截弹通常追求的是高过载，它的多面设计往往是为了瞬间转向。如果你这种螺旋是持续的，拦截弹的控制系统就会产生相位滞后。简单说，就是拦截弹刚准备往左拐，你已经螺旋到了上方。这种不断修正误差会迅速消耗拦截弹的能量，直到拦截弹的过载跟不上你的螺旋频率，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你撞向军舰。这才是铜滚机动最狠的地方。这就像你在打一个飞得飘忽不定的苍蝇，明明看着它在前面，你的拍子拍下去，它却从你的指缝里溜走了。如果只是飞得远能隐身会跳舞，那它还只是一枚优秀的导弹。但川崎重工的野心不止于此，他们把这款导弹搞成了一个万能平台，这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模块化设计。导弹的头部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想要拆穿模式，那就换上高能炸药或穿甲弹头，配合红外加射频双模导引头，见谁都是一发。想要干扰模式，那就换上电子战模块，不带炸药，但带了一套强力干扰机。它飞在最前面，一边飞一边释放干扰信号，把敌人的雷达晃得白茫茫一片，掩护后面的主攻群突防。想要侦察模式，那就换上光电侦察模块，它飞过去不撞你，而是围着你的舰队转一圈，把高清图像传回日本总部，看看你到底有多少船，哪些是真身，哪些是诱饵。想要骗子模式，那就换上诱饵模块，它可以模仿 F-15 的雷达信号，骗敌方发射昂贵的防空导弹来打它。等敌人弹药打光了，真正的杀招才到。这种模块化也是一种分布式杀伤理念。你要搞侦察得派侦察机，要搞电子干扰得派电子战飞机。这种大型飞机目标大，容易被发现。现在日本把这些功能全部塞进了一枚枚导弹里，这意味着一个发射单元打出的12枚导弹里，可能3枚是侦察兵，3枚是黑客，6枚是杀手。这种混合编组在飞行过程中动态调整策略。如果侦察兵发现左边防御弱，马上通过基间数据链告诉杀手往左拐。这种智能化的蜂群打击才是未来岛屿攻防战最令人头疼的剧本。顺带一提，这款导弹这只是日本反击武器全家桶的冰山一角。为了实现反击能力，日本现在是疯狂下单，搞了一个海陆空立体化的导弹全家桶，比如三菱重工的12式能力向上型，这是目前日本的亲儿子项目。原来的12式导弹射程只有200公里，现在三菱重工给它搞了个拉皮技术，把弹体拉长，换上隐身记忆，射程直接奔着1000到1500公里去了。而且它进程也很快，陆基型号2026年就要部署到熊本县了。这玩意儿主打一个量大管饱，是未来日本远程打击的基石。还有高超音速滑翔器，用火箭把弹头送到大气源边层，然后弹头分离，像打水漂一样高速滑翔。这种速度高达5马赫的东西，现有的防空系统几乎没法拦。日本计划 Block 1型在2026年服役， Block 2型射程甚至要搞到3000公里。如果说 HVGP 是打水漂，那 HCM 就是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在平飞，这是目前导弹技术的最高峰。日本防卫装备厅正在死磕这个。当然，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不是说一句就能成功，日本也知道需要时间。为了填补空窗期，直接跟美国订了400枚战斧。自家的菜还没炒熟，先去饭店打包几份填填肚子。如果这几套武器部署后，日本的作战逻辑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岛屿封锁战，日本是一个由几千个岛屿组成的国家。此前他们担心西南诸岛被封锁，现在他们想反过来把这些新型 SSM 部署在冲绳、宫古岛、石垣岛的深山林子里。发射车是机动的，平时躲在地堡里你根本找不着，一旦有事儿，发射车拉出来，配合天上的卫星情报，直接把宫古海峡等关键水道封死。舰队再强，赶进来就得面对成百上千枚会跳芭蕾、能隐身的导弹，这就是日本最核心的战略意图。其次是攻势防御，有了1000公里以上的射程，日本就有了反打的能力。一旦局势不对，日本就可以先发制人，这在战略上叫威慑平衡。最后是工业体系的闭环，大家发现没？这些导弹的核心部件，日本都在追求自主化，这就是为了战时不怕被断供。日本想通过这一波导弹大爆发，重新激活它的工业，甚至未来可能出口给小伙伴，搞一个日式武器朋友圈。不过这一系列操作里也有一些坑，日本这个国家最大的特点是窄。你想试射一枚1000公里射程的导弹，你在本州岛射，一不小心就飞到海那边的邻居家去了。所以日本现在很尴尬，所有的长程导弹测试都得运到美国加州的试验场去测。还有就是情报，导弹能飞1000公里，但你的眼睛能看1000公里吗？虽然日本在拼命发侦察卫星，但在目标指引、中继指导方面，日本依然高度依赖美国的全球体系，这又决定了日本的反击能力严重依赖美国。现在没什么，现在美日关系很好，但国家层面的事儿，一切皆有可能。总的来说，川崎重工这款新型导弹确实是日本军事技术厚积薄发的一个缩影。
它标志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纯防守向攻守兼备的跨越。但武器本身只是工具，日本这一系列的再武装进程确实弥补了它过去的战力短板，它也打破了维持几十年的地区战略平衡。未来的亚太海域将变得更加拥挤，更加危险。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日本这款导弹能不能改变未来的海战规则？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大家一起讨论。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